You don't explain yourself, I'm not approving this. I'll speak for him. 嘿，我是 D， 欢迎来到我的美股驾驶舱。xAI 刚刚发布了他们最强的王牌 Grok 4，马斯克紧接着就宣布，马上就要通过 OTA 软件更新，把它装进特斯拉的车里。虽然第一个版本没有跟车辆的交互，但是类似的功能肯定会在后面的更新中整合进去。但今天 D 要告诉你 ，Grok 与特斯拉车辆的整合，这不仅仅是一场关于用户体验的升级，而很有可能是一场关乎特斯拉 FSD 在欧洲监管困局的绝地反击。在欧洲，这个和美国一样拥有近1000亿美金规模的出租车市场，特斯拉的 FSD 正面临着滑铁卢，它的审批呢被无限期的拖延，而一个名叫 Wave 的英国对手却已经联合 Uber 计划在2026年春季于伦敦街头直接跑起无人驾驶的出租车。一个被寄予厚望的王者，为何在一个关键的战场上被一个无名小卒抢先登陆？这背后藏着一场关于 AI 黑箱和监管信任的致命逻辑。而 Grok 的火速入车，正是马斯克为 FSD 打造的一张试图扭转战局的技术外交护照。今天的美股驾驶舱，我们将参照 Wave 在欧洲的破局之路，来深度剖析 Grok 的真正使命，以及分析它将如何帮助特斯拉的 FSD 和 Robotaxi 在欧洲战场弯道超车。要理解 Grok 与特斯拉的整合这步大棋，我们必须先直面 FSD 在欧洲战场上的那个残酷现实。我来给大家梳理一下时间线。特斯拉的 FSD 欧洲之路可以说是起了个大早，赶了个晚集。从2022年底开始内部测试，到2025年的今天，车轮已经跑遍了德国、法国、西班牙等5个国家，但至今仍然是等待监管批准。最关键的，即便2025年9月欧洲的 UNECE 法规修正案生效后， FSD 能拿到的也仅仅是高速公路上的 L2 级别辅助驾驶许可，而完整的城市功能，根据目前的进展推演，最乐观也要等到2028年到2030年。背后有一个致命的递进逻辑，如果监管机构连一个需要你时刻监督的 FSD 在城市里开都不批准，他们又怎么可能批准一个完全无人的 Robotaxi 在同样的城市里跑呢？这就像你连高中毕业证都拿不到，却想直接去读博士一样，根本不可能。所以按照这个时间线推算，特斯拉的 Robotaxi 想要在欧洲跑起来，可能要等到2030年之后了。但是战场上你的对手是不会等你的。就在特斯拉还在为一张高速公路资格证苦苦挣扎时，一个新的玩家已经悄悄地摸到了特斯拉的大后方，准备直接抢滩登陆。说的呢是一家来自英国的 AI 公司，叫做 Wayve W-A-Y-V-E。 这家公司已经得到了像微软和英伟达的战略投资，比尔盖茨都亲赴伦敦试乘过他们家的自动驾驶汽车，并且对车上的 Fish and Chips 大加赞赏。Go get some fish and chips。我知道这个名字和我们熟知的 Waymo 只差2个字母，很容易搞混，但你完全可以把它理解成 Java 和 JavaScript 的关系，名字很像，但从基因上就是2个完全不同的物种。唯一的共同点可能是他们都在和 Uber 有合作。我们先来看 Wave 的时间表，它已经联手 Uber 宣布，计划在2026年，也就是明年的春季，于监管最严的伦敦直接启动 L4 级别无安全员在城市道路运营的 Robotaxi 公开测试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在特斯拉可能连城市 FSD 都还没获批的时候， Wave 的无人出租车已经可能在伦敦的街头跑了整整2到4年。这是一个足以决定市场格局的致命的时间差。那问题来了，这家叫做 Wave 的公司凭什么能够直接跳过所有的中间步骤，在欧洲这个炼狱级的考场上直接挑战 L4 的终极考题？答案就藏在它的技术哲学里。我们先看特斯拉的 FSD， 我们可以把它比作为一个沉默寡言的顶级学霸。它的神经网络呢，通过学习全球数百万辆车积累的数十亿英里的海量数据，训练出了超凡的驾驶能力。在考卷上呢，它能给出正确的答案，能够把车从 A 点开到 B 点。但问题是，它只能给你最终答案，从来不写解题步骤。比如它突然刹车，突然变道，就像学霸在草稿纸上进行了我们一般人无法理解的复杂心算，然后呢直接写下了结果。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算，你只能选择相信他算得对。
而 Wave 呢，更像是一个成绩优异还特别乐于分享解题思路的好学生。他从一开始就认为光做题还不够，必须得让老师，也就是监管机构看得懂自己的解题步骤。这就是这家公司推出的 Lingo2 系统。你看这个官方的演示啊，它就像给 AI 驾驶员配备了一个实时解说员。当车辆在复杂的伦敦街头行驶时， Lingo2 不仅在开车，它还在用自然语言实时的思考出声。比如他看到一辆双层巴士时，他会说，好的，一辆巴士正在开出来，我应该跟在它的后面。当他决定变道时，他会说，我正在向左变道，以绕开这辆停着的巴士。这个好学生呢，正在一步步的把他的解题思路清晰的呈现在你面前。现在我们把这两位考生一起放在欧洲这个考场里，欧洲的监管机构手里拿着一份叫做欧盟 AI 法案的评分标准。这份标准的核心不是只看你最终答案对不对，而是极其看重你的解题步骤，也就是透明度、可追溯性和问责制。当 FSD 这个沉默学霸交卷时呢，考官看到的是一堆正确但无法理解的答案，心里充满了疑虑，只能让他从最简单的高速公路开始慢慢考察。而当 Wave 这个好学生交卷时，考官看到的是一份附带着详细的清晰解题步骤的完美答卷。即使有的题目做得不完美，考官也能够清晰地知道它错在哪里以及如何改进。结果不言而喻， Wave 凭借它的可解释性直接获得了考官的信任，被允许跳级挑战更难的 L4 程式考题。而 FSD 则因为它的黑箱属性被卡在了低级别的考场里，进展缓慢。所以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优劣的问题了，这是一场关于如何赢得信任的哲学之战。而在这场战争中，学会解释比单纯的强大要重要得多。Wave 的成功给特斯拉上了生动的一课，在欧洲赢得信任比赢得比赛更重要。面对 Wave 在2026年即将登陆伦敦的闪电战和那2到4年的致命时间差，你认为马斯克会坐以待毙吗？绝不。火速把 Grok 装进车里就是他发起的绝地反击。Grok 的使命不仅仅是当你的车内聊天伴侣，而是要成为 FSD 的灵魂解码器，为它打造一张能够敲开欧洲大门的技术外交护照。那问题来了，凭什么 Grok 就能做到 Wave 的 Lingo2 能做的事，甚至可能做得更好？我们要拿出证据，而不是空谈。要印证这一点，我们必须看清楚 Grok 4模型的3大优势。第一，强大的视觉理解和空间推理能力。Grok 4是一个顶尖的大型多模态模型，它不仅仅懂语言，它还看得懂世界。在一个专门用来测试 AI 对现实世界空间理解的基准测试 Real World Q&A 中，它的前代模型 Grok 1.5 就已经超越了所有的对手。这意味着当 FSD 系统那复杂的 3D 实时街景数据输入到 Grok 时，它有极大概率能比 Wave 的模型理解得更好。那是一辆正在并线的卡车，那是一个被遮挡的人，这是实现一切解释的基础。你得先看得懂才能够解释。第二，就是堪比人类专家的复杂推理能力。Grok 4的参数规模据传高达 1.7万亿，在一个名为人类终极考试的高难度推理基准上取得了当前最佳成绩，碾压 ChatGPT 和 Gemini 等一众大模型。更重要的是， xAI 在发布会上展示了 Grok 能展示自己解决问题时的思考痕迹，也就是所谓的思维链。它不是直接给你答案，而是能把我是如何一步步推导出这个答案的过程展示给你。第三，独特的多智能体构架，这就是 Grok 4最与众不同的地方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Grok 的大脑里有一个内置的专家团，一个视觉分析师负责看懂图像，一个逻辑推理师负责分析因果，一个交通法规专家负责核对规则，还有一个语言组织师负责最后总结陈词。这种构架天然就是为解决复杂问题而生的。好了，那么拥有这3大杀手锏， Grok 要如何为 FSD 这个沉默学霸补上解题步骤呢？首先，他可以成为 FSD 的新闻发言人，为他的每一个决策提供一份官方报告。让我们用 FSD 幽灵刹车的例子来举例。当欧洲的监管官员质询，请解释这次在模拟测试中发生的无故减速， Grok 可以立刻生成一份报告。它的思维链可能是这样的：第一步，我的视觉模型在右前方90米处的阴影下识别到一个低分辨率的快速滚动的圆形物体，初步分类为球，置信度60%。第二步，
根据我的知识库，球通常与儿童强关联，儿童行为具有高度不可预测性，属于高风险场景之一。第3步，虽然该物体的轨迹预测显示其进入车道的概率低于 5%， 但 FSD 的风险模型将与儿童相关的潜在碰撞定义为最高优先级，因此系统决策用一次短暂的预防性减速来将该长尾风险彻底归零。第4，该决策符合 ISO 26262标准中关于功能安全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。同样的功能可以在特斯拉的车辆或者 Robotaxi 里提供，但是回答不用像应对监管时那么教条和刻板，比如 FSD， 你刚才为什么突然之间刹车？操，你他妈差点撞上个推着购物车的傻逼老太太，老子刹车救你狗命，下次再不看路，老子给你导航到垃圾场。其次 Grok 可以成为 FSD 的合规记录官，凭借它的工具使用，它可以自动读取 FSD 的内部决策日志，并按照 UNECE Regulation 157法规对黑匣子的要求自动生成标准化的可审计的报告。所以你看懂了吗？ Grok 的加入正是在从根本上改变特斯拉与监管机构的对话方式，它不再是单方面的提交冰冷的安全数据，而是开始提供有逻辑、有证据、可追溯的决策档案，而这才是能够真正打动欧洲立法监管机构的标准答案。所以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， Grok 入车只是为了让你的开车不无聊吗？不，它的真正使命是成为 FSD 的灵魂解码器，用最前沿的可解释性 AI 为特斯拉打造一张能够敲开欧洲大门的技术外交护照。这背后是一场关于自动驾驶终局的战争，而这场战争中胜利的关键已不再仅仅是谁的技术更强，而是谁能先用人类听得懂的语言赢得世界的信任。Wave 已经用它的方式率先在欧洲打开了局面，而特斯拉则希望用一个更强大的 Grok 大脑在这条赛道上实现后发超越。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。你认为 Grok 这剂猛药是否能治好 FSD 的黑箱病，帮助特斯拉逆转欧洲战局？一个会说话、能解释的 FSD 能让你真正的放下方向盘吗？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，我们来一场头脑风暴。如果觉得这期内容让你看到了不一样的深度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转发。我们下期视频驾驶舱里再见。